醒来便会遗忘的，人们喜欢叫它梦；醒来念念不忘的，时间喜欢叫它成为一段氤氲着独特香气的记忆。所以，若是能以梦的须臾在记忆中划下沉沉一笔的，我又该叫它什么呢？叫老师怎么样？这是星际亲切感词库中排行第一的尊称。我每次这么喊，陌生人都会乐呵呵地回应我。如果没犯错，我认为这和老师无关，和一张有80%人类会觉得好看的脸有关。但我们毕竟犯了错，所以还是保持沉默比较好。星际旅行家指南第5章标题：处境越被动，越要争取主动权。哼，我偏要说。那么，以星际旅行家自称，却放任同伴掀起龙卷风，摧毁停车场的这位小姐，以洛星神明之名，我给予你坦言的权利。为什么是你？连未曾踏足的星球的神明大人也认识我，真荣幸啊！不过，该道歉的事还是要好好道歉。对不起，我们错了。希望您能看在娜娜已经用另一场龙卷风修复停车场，且做到了足够安全的大小的份上，小小的惩罚我们一下。啊，补充，惩罚请尽量别和时间相关，就算相关，也请不要太久。您知道的，对旅行家而言，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未曾踏足的星球，能不能告诉我，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啊，你也有星际旅行的计划？那我一定要推荐花花绿绿星。这颗星球上生长着许多能唤起联觉反应的果实，只要遵照当地人制定的规范使用，就能看见味道、嗅出形状、品尝色彩。啊，如果您比较叛逆，不想这么做，那就只能看小人跳舞、小鸟乱飞，最终小眼一黑，小命呜呼喽。哦，幸好我不是人啊！还有我们的上一站，甜甜圈星。它远看就像一颗甜甜圈，近看更像。您猜怎么着？实际上，它还真是一块漂浮在心间的可食用的超大甜甜圈。哎呀，要是早知道后面会遇见您，我肯定会额外打包一份。哼，我也不敢保证其他人路过时不会尝一口嘛。幸好在你没注意的时候，我先把它一口吃光了。只能说一场旅行的品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美食，只要吃得好，很多问题就都不是问题。啊，对了，神明大人，洛星有什么好吃的吗？我可以请您。虽然来洛星是临时起意，但来都来了，当然不能亏待自己和伙伴。抱歉，我一讲到喜欢的事情就容易放飞自我。总之，我想道歉的心是真的，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啊，你还是来了。啊，我懂了，这绝对是洛星人的传统问好方式。那，嘿，我也很高兴能认识您。我向您保证，我之后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绝不给您和洛星的大家添麻烦。你，唉，娜娜，我们是旅行家哎，你为什么要同意让神明大人当我们的导游啦？还有，既然原谅了我们，为什么他还要让我们在审讯室等他？在这么多为什么里，我以为你会先问我，为什么他的反应会是那样？因为这件事不管怎么问都很尴尬啦。可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掉。算了，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吧。行，既然娜娜不告诉我为什么，那我也不会听娜娜的话。忘了吗？
对旅行家而言，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虽然对之前的事很抱歉，但我绝不会傻傻等上大概40分钟，那也太煎熬了。他就是担心你乱跑，想找你又到处都找不到吧？放心，只要我们赶在神明大人回来前回来，就不算给他添麻烦。而且你想，如果他带我们玩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这个人好像挺了解洛星的风土人情，是不是会对我刮目相看？是不是会对我尊重有加？这只会让他更……奇怪的反应。你明明也是第一次来洛星，为什么会这么了解洛星的神明？我还是建议我们在这里等他。嘿，想得美！星际旅行家指南前言最后一句话：事已至此，先吃饭吧。反正答应了邀请神明大人吃点好吃的，先踩个点也不赖。这边没有，那边好像也没有。等下，利托斯特竟敢欺负我的伙伴！娜娜，对他们使用那个吧。对了，不对，对，这次对了。不，这下真不对了。明明只是些可爱的小动物，哪里需要用到这个呀？我是成熟的旅行家，自然要用成熟的沟通手段。我什么都没有做。我想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动物们才不愿意挪步子。或许如此，那我需要做什么，才能让你自愿在每一次降落时多挥舞几次翅膀，以避免再次出现一位成员意外坠地的情况呢？只要减少一个人的重量，一定可以。容我拒绝，我无法想象没有旅行家小姐的未来。那个，我不赞同少了任何一位伙伴的未来。总之，《星际旅行家指南》第30页专门记录了和小动物沟通的常用短语。先让我和他们打个招呼，再问问他们的诉求吧。喵。在10个见到吾等容易的美少女里，有9个会像汝一样冲吾喵几声。哼，吾真的腻了。没劲，有劲的大叔又不肯喵，耗了2个小时，整整2个小时。那不是证明利托斯特真的不想这么做吗？还有，他暂时不是大叔。我们可以耗到他是。娜娜，果然还是对小动物们使用那个吧？这对吗？对的，这种事不至于罚我待在洛星11年，更何况我和神明大人已经成为朋友了，他一定会罚你待在洛星11年。在抵达洛星的3天里，几位荣新来客以想听人类猫叫、想摸人类肚子、想嚼人类头发为由，频繁打扰路人。根据洛星律法，几位恐怕要提前离开了。好耶！我是说，真是英明的决断。至于旅行家小姐，我来找你要个准确的数。什么事可能要我们等大概40分钟，等50分钟，1个小时也是大概呢。神明大人，根据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大概可能会延长到2个小时以上。不过好在今天是休息日，你应该能拥有比之前稍微多一点的休息时间。休息日还要加班，这也太过分了吧！娜娜，你偷吃了我要打包给神明大人的甜甜圈，你要为此负责。利托斯特，你要督促娜娜为此负责。助手小姐，他们就交给你了。至于神明大人，
反正我都要被罚待在洛星11年了，不多做些对得起这个刑期的坏事，不就亏大了吗？漂亮的脸就应该多笑笑。已经足够远了吧？完全不够，毕竟路上遇见的每一个人都还在跟您打招呼。在说别人之前，还是先确保自己的话里没什么明显漏洞比较好。嘿嘿，我已经绑架了您，你管我有什么含你？放心啦，娜娜和利托斯特很厉害，助手小姐能有他们俩帮忙，就偷着乐吧。知道他们很厉害。很好，希望你真的能够心无挂碍，痛痛快快地享受自由的时光。接下来，我需要你丢3次我最爱的冒险骰子，再根据点数的总和进行对应的挑战。为了避免你耍赖回去工作的情况出现，我会一直盯着你，直到你完成挑战为止。耍赖？爱耍赖的人，分明是你。乱讲，我才不会。你会？等等，你为什么要边说话边拿手挡着骰子啊？想乱报点数，选一个最简单的挑战唬我是吧？哼，看我当场揭穿。我只是提个建议啊，神明大人，你要不要再丢一次？我认为帮助接下来看到的第一个人实现心愿，是非常适合我的挑战。可这就是神明原本的工作之一啊！你再捏下去，我就要变成包子脸了。你看，连命运都不许你耍赖呢。你这个坏人！我才走了20分钟，您就……马上就要到返航的时间了，我不希望到时翻遍洛星的每一寸土地，都找不到公主殿下。对不起，我错了。艾蕾妮就别生气了啦，我也不是乱跑，我是有计划、有方向的跑。公主殿下的计划和方向是指跑到战斗机甲族的营地，大喊我要打10个，然后被我听到，又闷头逃到了这里。那个，小公主，你为什么要找战斗机甲族战斗呢？如果你能告诉我实情，我说不定能帮到你。战斗机甲族的族长贴过一张公告，如果能够打败他们中的强者，就可以收到战斗机甲族为对手定制的独家秘宝。我知道艾蕾妮害怕我受伤，所以我正准备拜托洛星最厉害的神明大人替我打一架。为了实现异星公主的愿望，洛星神出手击败了战斗机甲族的强者。我亲爱的公主殿下，您认为看见这则新闻的人会有什么感想？洛星神真是太伟大了！小公主，我很希望能帮上你的忙，但艾琳妮小姐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好在我还可以通过一些更加温和的方式，帮你取得这份秘宝。不是堂堂正正赢过来的秘宝，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我看还是我替神明大人去吧，反正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旅行家。不可以，我不希望你受伤。啊？挑战才刚刚开始，你就想向命运耍赖吗？哼，这次就帮你一把，下次可不能找理由了。比坏人还要狡猾的坏人，
谢谢大姐姐，我来带路。哟，好，小公主，你是否仍要选择打10个的难度？是这位大姐姐替我参战，所以1个就好。我很强，10个也不是不行。抱歉，我希望他的对手只有1位。综合3位的意见，我决定派出1位拥有10倍力量的强者。蓝色是冷漠，绿色是伪装，紫色是神秘，橙色是愤怒，白色是虚无，红色是毁灭。啊，我懂了，红色注定要毁灭自由的枷锁，要毁灭一切不正义、不合理、不道德的禁锢，还要毁灭……因为我这么红色，也毁灭了停车场。你看到大姐姐的武器没？他动作太快了，我看不清。艾蕾妮是坏人。好，一群奔涌吧，星辰的铁流！哟，看招！别！呼呼！哟，特！怎么样？开出心仪的道具了吗？当然，还好有大姐姐和神明大人在。当我还没玩够2分钟，他就被艾蕾妮没收了。容我补充一句，是赶在公主殿下的小脑袋被砸出肿包前及时没收。作为您的朋友，我很想把它还给您，但作为您的礼仪官，我十分不希望您再一次被他砸得掉下眼泪。脑袋上的肿包1个星期才消。艾蕾妮，我在开箱前许过愿望了，他和之前的伙伴都不一样，他会是一个就算砸到头也绝不会痛、绝不会起肿包的好伙伴。如果你不信，我之后可以证明给你看。之后，那就等到长大之后吧。比起这个，您现在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对啊，为了感谢2位的帮助，我要送你们一份礼物。这是是我自创的幸运4叶草魔法，被我施法的人可以得到特别多的好运气。哇，好强大的力量！可是公主殿下，我只是一介旅行家，这么贵重的东西恐怕收不起呀。嘿，不要客气啦，我原本还打算送你们每人1片4叶草的叶子呢，可惜4叶草只有4片叶子，而我想感谢的人又太多。请抬起头来，公主殿下，否则那4片被您送走的小叶子恐怕要悲伤到枯萎了。别忘了，因您的努力，每1片叶子都换来了一份礼物。露米拿到了吃不完的星星糖，赛南拥有了不会坏的手骨，
齐安也得到了能让眼睛重新闪闪亮的眼药水。是啊，就是因为每一片叶子都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我才想找到更多的四叶草。而魔法，谁也不知道幸运四叶草魔法什么时候会生效。红头发的大姐姐是星际旅行家吧？长大之后，我也想像你一样，在星球间旅行，直到找到一颗长满了四叶草的星球。但我又是大家的公主殿下，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之后还能不能。不瞒你说，我其实也是一个旅行家。对的，神明大人的确是旅行家，他我和红头发的大姐姐一起去过很多星球，比如生长着能唤起联觉反应的果实的花花绿绿星，还有可以直接食用的甜甜圈星。虽然它已经被我们的另一位伙伴吃光了。既然我能做到，小公主当然也能做到。事实上，只要有爱和勇气，任何人都可以一边在大地上行走，一边在星海间遨游。神明大人和艾蕾妮说了一样的话哎，我之前还以为艾蕾妮在骗我，没想到是真的。嘿，艾蕾妮是最好的好人。公主殿下，艾蕾妮绝不会向您说谎。小公主和艾蕾妮要回家啦。今天是他们在洛星的最后一天。你长得老实，却意外的很擅长说谎呢。所以，你也认为那是谎言？我只是站在你的立场去思考这句话了而已。反正我自己超有信心，让它不是谎言啦。干嘛笑我？不知道是受到了谁的感染，我忽然觉得，今天一定可以成为充满爱和勇气的一天。那当然。你要出的第2项挑战是，你今天必须独自钓上一条鱼，否则不能离开这里。怎么样？需要我知道吗？上鱼了。还挺沉的。我刚刚漏了一条规则，10分钟之内钓上的鱼不作数。你把它放了，再钓一次。又有鱼咬钩了，是条小鱼。小鱼怎么能算鱼？鼻毒挑战失败，你把它放了，再钓一次。我好像钓到……不算，30分钟之内的都不算，你快把它放了。谢谢神明大人，我刚刚潜水的时候腿突然抽筋了，还好有您。我要提醒你，第3项挑战10分特别非常困难，可不会像刚才那样给你糊弄过去了。这一次你必须独自抓到一个娃娃才能离开。好，这样一来，抓钩就完全处于小鹿的正上方了。只要拍下按钮，他100%就能把小鹿抓起来，然后丢进洞口。天真，太天真了。为什么？小鹿明明就在洞口的旁边啊，只要抓钩抓到，再稍微往左边移一点就成功了。可为什么抓钩才伸上去就松开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真的不能主动放弃吗？这个挑战浪费了太多游戏币和时间，而我们本可以用这个时间做更多的事。哎呀，别急嘛，给我5个币，看我把你亏掉的时间全部抢回来。你去哪儿？把手放好，人别动，我和你一起操作。你和我？娃娃机都是大差不差，不要寄希望于换机子就能抓到，只有甩爪是你可以信赖的朋友。总之，先左右晃动摇杆，好好感受抓钩的。你好像没有刚才集中了，是太累了吗？要不要休息一下？不用，这样很好。你好好玩哦，我都还没开始教呢，你就好啦。好什么？好在哪儿？
奇怪，钓鱼和抓娃娃明明有共通之处啊！我都把所有娃娃机抓空了，也没让我的学生学会。看来真是我这个老师水平不行了。抱歉，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哼，没关系，第4项挑战就不为难你了。我给你指定一个最简单的吧。这张拍的真像我把你绑架了。喂，那边的神明，如果你没有被绑架，就眨眨眼告诉我。现在眨眼太晚啦。这一张，你的微笑其实有比之前多那么几毫米啦。对不起。道什么歉呀？每次回看都能让我们会心一笑的照片，就是好照片。我猜一定是专业的摄影师让你不自觉地进入了平时的状态，可能还是随意一点比较好。等下用我的小相机拍吧，我来当我们的摄影师。你看，这张就特别好，我很喜欢这张，你喜欢吗？啊，可没有放松警惕啊。很喜欢，很喜欢。喜欢就好啦。今天我真的很开心，开心到想随便找个借口罚你待在洛星11年了。什么神明危险发言啊！以后我会经常回来找你玩，不要担心。就是这样才担心啊。我的朋友嫌我总是影响他的工作，决定和我绝交了。才不是，我是在担心另外的事。不过，就像遗忘和死亡那样，有些事，不管再怎么担心，也躲不掉。呸！不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我们还年轻，没到忘世的年纪，离死亡更是远的不行。赶紧把你的许愿袋系在树上，完成今天的第5项挑战吧。你看，别人都系了这么多，你今天不系上，明天就没位置了。等着，我来帮我们的神明大人找根最适合系许愿袋的树枝。希望老妈能尽快醒过来，亦愿神明大人康健无忧。赛琳，神明能不能尽快分配一位像我一样聪明温柔，说话好听又体贴我，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的朋友啊？白鹭游云。补充，愿神明大人康健无忧。我希望神明大人能够永远留在洛星，永远注视着我，我也会一直注视着您。愿您康健无忧。西奥多，不要总想着依赖神明啦，自己的愿望当然要靠自己实现。虽然很想这么说，但有些心愿只凭自己的力量还挺难实现。作为神明的你，也一定会忍不住出手吧？如果有什么办法呢？我有主意了。好啦，最后一步就是像其他人那样写下许愿者，也就是我的。为什么我？没关系，这条许愿带不是非记不可，记不得名字，也不会改变你作为星际旅行家的生活。所以，你知道我的名字，也知道我为什么会忘了他。不只是名字，娜娜了解你，你也了解娜娜和利托斯特，而我根本不是第一次来洛星，对不对？如果可以，我真想放弃今天的最后一项挑战，但你一定不会同意吧？我不同意。果然，
谁叫你是一个如此喜欢耍赖，却又如此不愿向命运耍赖的人呢？要让这样的人自愿离开洛星，心无挂碍，痛痛快快地享受自由的时光，除了爱与勇气，还需要一个漫长到足以贯穿他一生的谎言。幸好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而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骗术会变得越来越高明。不过罚你待在洛星10亿年，大概是所有谎言中最差的一个。既然你也不希望我离开，就告诉我。对不起，希望这不会让你太难受。我绝不能在这种时候失去坏人的身份，否则我就无法完成今天的最后一项挑战了。我要许下的愿望，与你失去名字的那一夜并无不同。愿你永远拥有自由的快乐，愿你永远不会拾起自己的名字，也愿你从未选择过洛星。希纳迪亚，希纳迪亚，你还好吗？你做噩梦了？希纳迪亚，我的小蕾耶拉好像学坏了，还记得吗？你在我入睡前答应了我，说自己一定会在40分钟后把我叫醒。看天色，现在至少是4个小时后了吧？我想让希纳迪亚多休息一会儿，谁叫你昨天耍赖，在我睡着之后又爬起来工作到今天早上呢？别担心，我已经帮你把你的建议发给了各机构负责人，一些效率高的负责人很快就给了回复，我也都帮你总结了要点。关于其中的3项事务，我写了一点点想法，然后用便利贴贴在了对应的位置，保证你一下就能看到。谢谢。不过我还是希望小蕾耶拉可以像你经常对娜娜说的那样，少管希纳迪亚的事，多去做些自己感兴趣的事。但我的兴趣就是你不是神明，也不需要成为神明。至于神明，他希望你可以永远做你自己，永远快乐的生活，永远自由的成长。如果是希纳迪亚的要求，我保证做到。这是他想对你许下的愿望，蕾耶拉，你可以帮他实现吗？说起来，娜娜怎么不在家？他怕咔呲咔呲吃零食的声音吵到你，就自己出门了。这可是这条龙为数不多当人的时候。但我不许他因为做了一件对的小事而随便骄傲，所以我拒绝了他要我陪他的请求。我要留下来陪你。如果希纳迪亚醒来时发现家里没有一个人在，一定会很孤独。你就不怕娜娜孤独，利托斯特孤独？他们都是成熟的大人，没什么好怕的。原来在小蕾耶拉心里，我是一个幼稚的人啊。是我害怕孤独，只有特别成熟的希纳迪亚可以给我最多的安全感，所以我才非要留下来。我也在陪你的时候做了正事，不仅是刚刚说的那些，我还绘制了纪念品的草图。纪念品？小蕾耶拉这么早就开始准备了？因为
因为我真的很想在西纳迪亚的大许愿树旁栽下一棵属于蕾耶拉的树。我会很努力，所以西纳迪亚也要记得我们的约定，好吗？当然啦，还有，我准备接娜娜回家了，要不要一起？要，正好可以教教她该怎么像西纳迪亚一样成熟。小蕾拉，桌上的溜溜球怎么不见了？上次大扫除时，你说之后总会用的，结果后来一直没用过。我看它又积了灰，就顺手擦干净收起来了。你还是想把它摆出来吗？即便不会再有用到它的一天了，我也不想忘记自己是如何走来的。你们洛星的海是不是太有东西了？怎么什么都掉得出来？也不总是如此。速通之后想让我夸你是吧？好，好，好，谁叫钓鱼的人天资聪颖，天赋惊人，真是了不起。哼！谢谢，我会继续努力。我还记得我之前在这附近调出了西纳迪亚的立牌，结果它至今都没人认领。你说，如果真的没人要，我能不能申请把它抱回家呀？西纳迪亚，如果小蕾耶拉能把你自己的立牌也调上来，我就答应你。啊，真的吗？真的。好，我会继续努力。他们真的很像呢。今夜确实很适合关心呢。我看，一起回家的事就晚点再说吧。西纳迪亚和小蕾耶拉想继续待在这里吗？可我有点……不，我十分想念沙发的温度。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晚安，西纳迪亚，小蕾耶拉。你给我回来了！难得逮到你出门，我们也终于可以不用陪你蜷在沙发上，隔着窗户看星星了。沙发很舒服，一伸手还能够到茶几上的金色果冻。更何况，就算身处不同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仰望同一片星空。如果大家都待在一处，反而失去了浪漫的感觉。你少来，你跟浪漫没有一点关系。那我再补充一点，电视上说，小孩子比龙更需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然会长不高。所以我建议小蕾耶拉和我一起回家，让西纳迪亚一个人留在这里。他是成熟的大人，已经长不高，也不需要长高了。纳赫拉，你要是再往前走一步，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会帮你买金色果冻了。你好，西纳迪亚，我们又见面了。可惜，你们错过了观测第2行星和第3行星的最佳时期。他们这会儿都在洛星的脚下，另一侧的天空。也不可惜啦，只要明天起个早床就好。为了2颗光秃秃的星球起早床，还不如让小蕾耶拉帮我买早餐。你这只奇怪龙，难道我有哪天没帮你买吗？
娜娜去过这么多星球，在你看来，他们要多久才会脱离光秃秃的状态？星球的未来瞬息万变，而这通常不会让我们等太久。你的不太久是多久啦？10年还是10亿年？有什么区别吗？好吧，为了让你明白区别何在，我要考考你。娜娜还记不记得火星在什么时候同时拥有了3颗卫星？半年前。逼嘟，完全错误。这好像是我第11次考你，也是你第11次答错了。洛星原本只有1颗卫星，就是此刻离我们最近、体型最大的星星。早在我们抵达洛星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漫长的时光里，是它一直陪伴洛星，又注视着作为后来者的我们。而在我取得全能之后，又为了改造环境，帮助洛星主动捕获了2颗小行星，并最终让它们成为了洛星的洛卫1与洛卫2。这2颗卫星，一个跑得飞快，就像勤勉的小蕾耶拉，绝不会错过地锋任何一处的变化。另一个嘛，倒像总喜欢窝在一个地方，干什么都很慢的娜娜。虽然他们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可在任何时候抬头，都有相当大的概率同时观测到2者的身影。就比如，我正看着你们的此刻。通过希纳迪亚的总结，我对时间带来的变化有了更多了解，也因此解开了一个困惑。从前的你很喜欢用花花绿绿、甜甜圈之类色彩艳丽、让龙胃口大开的比喻去描述自己想象中拉喀达之外的世界。纵然与实际情况万别千差，我也可以依据这些比喻立刻回忆起那些具有相似色彩味道的星球。可现在你好像习惯于使用具象的更易于理解的描述为我和地锋人举例了。理解这些例子不难，难的是在你考考我时想起来。它们没什么味道，而我吃过的东西又太多。关于娜娜反馈的问题，我之后一定会想办法改进。希纳迪亚，你不必把我说的事看成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喜欢正凝视着我们的你，也喜欢那个已无数次仰望过星空的你。我只是忍不住感叹，每当自己同时看见闪烁在希纳迪亚身上的2颗星时，不是因美丽而沉醉，反倒因变化而惊奇。那个涉过永恒的长河，为我赐名的公主，竟然在抵达对岸时成为了神明。因为洛星捕获了你所说的2颗星，使他们必须按照这样的速度与轨迹运行。如果从来不曾被捕获，不曾得到像洛卫1、洛卫2这样的名字，这2颗星中的任何一颗就都能在无比深邃、宽广的星空中找到自由的路。小蕾耶拉真聪明。希纳迪亚，你也开始想念沙发的温度了吗？我只是有点意外，这还是娜娜第一次跟我说这些事。如果你还想听，请再给我一些时间积攒想法。不过现在我必须回家了，小蕾耶拉也一起。睡觉前我想吃些宵夜，你帮我做吧。我才不。先说好，我的厨艺不比希纳迪亚。如果那坨金色的果冻不小心糊成了土黄色，变得又难闻又难吃，你也不许浪费，要给我统统吃掉。别太为难娜娜呀。如果希纳迪亚能早点回来，我倒是可以帮她分担一点点。我还想跟你说说话。好，我答应你。
梦究竟是现实的反面，还是对现实最赤诚的预言呢？到头来，我还是没能藏好自己的情绪啊。朝他们的反方向走吧。我刚刚突然有一个特别棒的想法，但需要你抽出1周的时间支援我。哎，别急着皱眉啊！能被星际旅行家选中的人都是万里挑一。听好了，在洛星附近的蓝色星球上，马上就要举办10年一度的挑战赛。考虑到我们擅长和不擅长的事，我需要你陪我再找3个伙伴组队。一个要比我擅长玩游戏，这样能帮我分担教学压力；一个要细致可靠，那样能跟你打配合。至于最后一个，我希望是一位能逆转输赢、把玩人性的大师。前面的我理解，最后一个不是骗子吗？你就不怕被对方……所以才需要你啊！就算被骗，我们俩也能共苦。怎么样，是不是很完美的阵容？我看你这回还有什么理由皱眉？如果只是平淡的长大，我和他就都能笑着答应朋友的请求了吧？虽然很想说没关系，但我确实有一点点羡慕了。你有记得吃晚饭吗？我刚刚才买了要给孙女当夜宵吃的烤串。向神明大人报告，如果我又发现了2家还在没停课活动的店铺，这为您带路吗？我是直接告诉小李云啦。晚上好，神明大人，我家店铺又上新了，您要不要逛逛，挑些喜欢的，我帮您送回家。晚上好，神明大人。晚上好。但是也晚上不好。赛琳答应过我会好好调整作息。最晚的测试时间居然到凌晨4点。你打算6点睡觉，10点直接上班吗？下次不会了。啊，没有下次。今天我就早早回去，晚晚起床。这还差不多。那么，在你回家睡觉之前，能不能跟我分享分享你的近况？我最近在研究，身处梦中的测试者会不会更快完成意识分离，进入阿贝贝之中。虽然只是猜想，但我认为梦所涵盖的可能性里，或许存在某种能够为意识带来强烈刺激的可能。只要找到对老妈特工的梦，说不定就能让她沉入西冥之海的意识重新浮出水面。所以神明大人，您下周可以抽半天，不，1小时看看我的进展吗？哪怕研究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我也想让您亲自看看我能做到哪一步。如果您在，我会更有。以洛星神明之名，我给予你撒娇的权利。赛琳，1个小时哪够啊？我们干脆定个日子吧，就叫它神邮箱进度同步与赛琳心情检查日。这样，你也不用每一次都苦恼于自己应该讲什么，才能自然地向我发出邀请了。
很好，可算把定日子的事提出来了。下次见面，就以为了庆祝这个日子，所以你必须要收下为由，带些营养品过去吧。哪怕嘴上答应了我，他回家肯定也还是要熬夜。唉，只有小蕾耶拉最好哄，一说这样会长不高就乖乖睡觉了。像赛琳这么大的孩子，反而最难。再这样下去，你会无法通过家政班的考核，但可以去助教班试试。用超高速面团弹醒课堂上昏睡的学生，一定叫你好评如潮。啊，原来是你们啊！智能助手预备班的黛欣和魏洛。刚刚的声音是从黛欣身上传出来的吗？是的，神明大人，因为总是忘记关火，我便勒令我的提示器每隔20分钟响一次。但我在5个小时后，也就是刚刚，才想起现在下课了的事实。我们是第一批被制造出来的智能助手，之后生产同型号的同伴时，都会参考我们的程序。要是你总忘记关火，又总忘记关掉提示器，你就会被关进纪念馆，成为你这一行智能助手的孤品，连同你手里的本子被所有人围观。那必然会成为毁灭地风的导火索。不过也好，这样就没有人会在意我关没关火了。啊，毁灭地风的导火索？麻烦展开讲讲。1小时前，我们得到了10几张写有奇怪文字的纸条，纸条上没有署名，也没有收件人，但所有上交纸条的人都宣称纸条是从天而降，落到自己脚边的。考虑到他们可能会引起居民恐慌，我和黛欣没有宣扬这件事，而是把纸条收录在本子里，等待明日的例行汇报。既然神明大人就在我们面前，不如直接把工作流转给神明大人吧。经我判断，这些语句都是某人的心声。我也赞同，并于此出示我在5秒前用超高速面团击落的证据。您永远不会知道，正是您无私的宽容，才会令我苦恼于该如何开口。然而此刻，我却依旧像每一个我所鄙夷的、向神明许下自私之愿的人那样，感到了深深的喜悦。对不起，还有，谢谢您。明明才说过可以向我撒娇，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谢谢你们，我想，我知道乱丢小纸条的犯人是谁了。这样就可以了。好久不见呀，一直在陪伴洛星，注视着我们的最初的落位。看来还是要用老办法啊。瑟拉，小瑟拉，我那十分害羞、特别可爱、超级听话的小瑟拉在哪儿呀？不要喊了，希娜姐姐。抓到你了，希娜姐姐，我以为我们不会这么快再见。毕竟，距离上次完成重要的事情，才过去了一小段时间。你看，这不就是重要的事？
我猜，这些写满了大家心声的纸条，是你对我上次留下的作业的答复。是的，心声是离心最近的话语，只要能够理解每个人的心声，再让它以正确的方式传递给正确的人，大家就都能得到幸福。在希娜姐姐赠予我名字的那一刻起，我就能够体会到希娜姐姐的感受了。而只要认真听，大家的心声也会一览无余。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像希娜姐姐那样，因为藏了太多没有说出口的心声，感受到遗憾和悲伤。小色拉，我希望帮助大家，可唯独希娜姐姐的心声，我不知道该传递给谁。给娜赫拉姐姐，她会把纸条当面条吃掉；给蕾耶拉姐姐，她会比希娜姐姐还要遗憾，还要悲伤；给利托斯特叔叔，我和这位叔叔不太熟。他现在还不是叔叔啦。我看，就把写满了神明心声的纸条当成我和你的秘密吧。作为交换，我也想知道小色拉的心声。我的心声？我想知道，在感受到我的心声、大家的心声之后，你的心发出了怎样的声音，又想传递给什么样的人？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把你的心声用文字写下来，它可以是一句话、一首诗，也可以是一个故事。对，就是故事。我很期待小色拉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要是完全没灵感，不妨从你最熟悉的人身上找找。你看，你其实已经有了4个素材库呀。虽然你现在只和我见过面就是了。希娜姐姐，我需要一些准备的时间。还记得我和你提到的图书馆吗？我理想中的图书馆是无数心声的集合体，它供人倾听内心的疑问，感受疑问带来的迷茫，直到独立思考出答案。在那里，你还会听到写作者的心声，语书顾名的阅读者的心声，以至于书本自己发出的声音。我都想好了，我要让娜娜主导图书馆的建设，这样也能让她离开沙发走出家门。小色拉如果感兴趣，可以和娜娜一起行动哦。希娜姐姐，我不想被龙一口吃掉。龙专吃乱丢纸条的小孩，也喜欢吃和他一样爱待在一个地方，总是不和其他人打交道的小孩。对不起，为了向希娜姐姐和大家表示歉意，我决定坦白一件原本想要隐瞒的事。今夜又是一个适合拥抱的日子。小色拉，谢谢你的坦白。老实说，我不希望错过每一次能够尝试拥抱的机会，否则下一次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时间对神明和他年幼的子民而言，它是最宝贵的财富。希娜姐姐不害怕吗？每一次失败都会让你感受到无尽的痛苦，哪怕蕾耶拉姐姐使用幸运四叶草魔法，也没办法像以前一样令你绽放笑容。今天希娜姐姐已经哭过1次了，我不想让你再哭第2次。小色拉，我害怕，我最怕痛了。只因为被溜溜球砸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肿包，我就哭得惊动了整个王国，连一向温和的父亲也慌得下令，禁止任何人再让我触碰他。但我已不是公主了，我是大家始终挂在嘴边、记在心里的神明大人，
哪怕笨拙、不成熟，有时还会让别人苦恼担心，但这就是我，也是我那仍在成长的子民。爱应是什么样的？我又该如何去爱？这些问题，谁都给不了最完满的回答。但有一点不会错，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另一个人。这样朴素的爱，我能够感受到。从小到大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希纳迪亚都能感受到。我真的好想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明，或者至少满足我这个不像神明的神明一点小小的请求，让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回报爱着我的人，又该怎么让我爱的人走向更好的未来。可直到今天，我的拥抱都没有得到过一次认可，既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抵御多少次海的侵蚀，也不清楚生命将在何时迎来终结。但是我就是坐不住嘛，既然每条路都是错的，那或许也代表每条路都可以走。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再看得远一点，让每条路都越来越好走，选择他们的人就会更有信心开拓前路。要是仍然需要神明抵御侵蚀，那至少让他的子民不必再为吃不饱穿不暖的琐事烦忧。要是想让蕾耶拉自由幸福的成长，那就让城市能自行运转，帮助人类凭借自己的意志延续文明。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只要还有希纳迪亚能做到的事。而当洛星不再需要神明之时，他也要潇洒地放手，转身离开，追寻自己的自由。谁叫他们的神明大人是一个最喜欢耍赖，却又最不愿向命运耍赖的人呢？希娜姐姐，我好像知道自己该写出什么样的故事了。浩渺的星河里徜徉着无数文明的种子，但愿一切真如娜娜所言，在不久之后，这静谧的一隅中，洛星也将拥有咫尺相望、彼此守候的伙伴。会是什么样的邻居呢？会不会有行走在沙漠里的巨型船只，或者故事书中的海底文明？真期待呀！对了，要是他们的神明好说话，就更好了。因为那样，未来的小蕾耶拉就能交到可爱的新朋友了。数万或是数亿年后的光景，真想和我的小蕾耶拉一起亲眼看一看啊！小蕾耶拉哪里都好，未来也一定能做到我所做不到的事。可要是身边空无一人，最害怕孤独的你，一定会很难过吧？如果有可能，我真想作为你的同龄人，与你一同成长、经历、体验这世界的全部啊！我会拥有和你相同的视野，相似的感知，会被同一件事牵动心绪，结交差不多年纪却又性格迥异的朋友，每天说着不着边际的梦想，最近发生的趣事。我们还会有一个秘密基地，并时常以此为始，展开属于我们的冒险。
你负责制定线路，我负责扫清障碍。等玩到傍晚，又笑着回到各自的家里吃晚饭。不过现在也很好嘛，用现在的视角看小蕾耶拉，才最能发现可爱之处呀。看着软乎乎圆鼓鼓的小脸，是不是在做着什么吃到美食的好梦？今天的小蕾耶拉能量吸收完毕，现在的我已经所向无敌了。来吧，去往从数字模糊的对话中捕捉到的那个超越认知的存在，身处所有行星命运丝线尽头的剑。当其他文明试图跨越中烟之时，剑也会被再次唤醒。所以在没有时空之分的地方，我或许也能再一度再几度地做出尝试，尝试拥抱中烟。好安静啊，似乎每一次都这么安静。他就沉睡在这里，每每从沉睡中苏醒，他便有所期待，期待那个跨越中烟而来的答案。至今我已经数次给出回应，却始终没有得到应许。感应到了，在那边。我从未听清过他的耳语，但通过影子每一次的凝结和碎裂，我大概知道了一件事：中烟之茧是一面镜子，整理仪容，探究本质，观察被掠去的琐细。镜子是为映照而生，而映照的过程本就是对镜影的主人发出询问。我是希纳迪亚，拉卡达王室最后的公主，受贵族尊敬，得平民爱戴。我曾被我的人民怀着敬意与期待，或亲昵，或爱重的称呼为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到起床的时间了，还请睁开眼睛，坐起身子。错过了来访的可爱客人，可不能再错过可爱的赠礼呀！客人，礼物？父亲怎么可能允许我收下？骗人！为了惩罚这位说谎的女士，我要奖励她的公主殿下再睡5分钟。不，1小时。奖励说谎者的同伴并不能成为一项合理的惩罚。要是您坚持为他加码，让充满私心的小错误变成大错误，大臣们就要说不好听的话了。好吧，拿你没办法。艾蕾，你真的好严格哦。这是什么？叶片盛着露水，露水映着晨光，真漂亮。一定是比早晨更早的时候就从田野里把它……等等，天哪！你看见了吗？它有4片叶子呢。怎么好像头一回知道有这样的小草似的？
原来公主殿下昨天在原野上滚得满身泥土，并不是在寻找特别的小草。我只是觉得和大家一起玩耍非常开心。况且三片叶也很漂亮嘛。该不会大家努力寻找，赶在晨光之前将它送到这里来，是为了我？小客人们的想法我可不知道哦。不过，要是我在花园里发现了它，我也会将它带到您的枕边。第4片叶象征幸运，愿您拥有美好的一天。希纳迪亚，希纳公主殿下，看来愤怒暂时冲昏了你的小脑袋，已经让你听不清满心忧虑的父亲对你说话了。英明的国王陛下，在您收回不允许我收下任何礼物的命令之前，我不愿意听您说任何话。明明大家都是为了向我分享最喜欢的东西。独裁！公主殿下，做什么？我可不觉得我有说错啊。无论是连龙也会青睐的珍珠，还是装饰着星星的姜饼房子，您都不允许我点头。况且，陛下也知道这有多不讲理，所以才会允许艾蕾妮为我留下这株可爱的小草，让我得以分享这份罕见的幸运。没错，就是分享。正如我现在要与您分享一样。尊敬的陛下，我愿意将象征幸运的叶片献给您，愿您拥有美好的一天。嘿嘿，您被我说服了吗？一半，亲爱的希纳小公主，属于父亲那一半的我已经被说服了，而更为理性的我，依旧对我们王国的象征，一切美好愿望的体现，对您颇具微词。接下来是不是要骂我了？是的，但在此之前，您可以为争取另一半支持做些努力，我的小公主。我需要您回答，作为被整个王国偏爱的公主，您要用什么样的承诺来回馈这些与您分享的赠礼？原来是进入了演说和谈判阶段嘛。可也时间明明已经结束了，真狡猾。好难呀。那就当做一个长期课题吧。在老父亲力不从心向你交托重担之前，你有充足的时间慢慢思考，直到得出你的答案。好吧，那就让我来好好想一想，直到得出一个让你完全心服口服的最棒的回答。公主殿下，你是偷偷把手背在背后藏着什么？瞒不过我的眼睛，快点交出来吧。不可以，我还没有说要分给您。公主殿下，您又在耍赖了。嘿嘿，骗您的啦！江江，是公主殿下最喜欢的星星糖。好啊，露米，你的胆子也太大了，都敢欺骗公主殿下了！我要狠狠挠你的痒痒，知道错了吗？快逃啊！公主殿下追过来了！真怀念啊！虽然这座城邦只是解模拟的舞台，并非真正的拉卡达，但阳光是一样的，公主殿下来了，洋溢着笑容的面孔也是一样的。他们都源于我的记忆，也早已是我的一部分了。每次看到这些面孔，还有那时在阳光下漫步的自己，心里就会变得很温暖，很温暖。今天的橘子甜得看到公人心主殿下都化了。，就觉得日子又有盼头了。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来了。曲子，要不要听听看？啊，没事，克莱娜，这不是疫病，大概是昨天有些着凉而已。我当然知道了，昨晚你去果园的时候，还是我为你提着灯呢。我要是那时候把披风给你就好了。一会儿回到家，我就给你煎些草药。说起来，都怪老头子那么晚还要去摘果子啦，真是的，老头子就是让人不省心。公主殿下，啊，是，都怪爸爸。哎，公主殿下过来了，克莱娜，你挑些好果子分些给她。谢谢吉尔叔，谢谢克莱娜。公主殿下，好漂亮的果子，新的曲子，分给我这么多，真的可以吗？拿着吧，拿着吧，老头子就是看这一季长得格外好，才想分给大家。要是公主殿下不夸夸他，他晚上一定会躲在被窝里偷偷哭鼻子。我写了新的曲子。公主殿下，这次我们去了一个偏远的村庄，那里有很棒的温泉，超美味的鱼肉馅饼，哥哥非常开心。虽然那份快乐很快就被难喝的药汁浇灭了。格兰妮，公主殿下，我们带来了伴手礼，是有花朵香气的蜂蜜制作的布丁，请您务必收下。齐安和格兰妮每一次外出旅行都会给大家带回礼物呢，真是太贴心了，谢谢你们。看到你们没有被瘟疫打倒，我就放心了。旅行很快乐嘛，虽然哥哥还是会说些让人难过的话，但脸上笑容多了。要是刚巧碰到敏锐的嗅觉和触觉能帮上大忙的场合，就更别提他有多骄傲了。昨天哥哥还大言不惭地说，格兰妮，虽然我做不了骑士，但说不定以后可以做公主殿下的侍卫师。格兰妮，请别让我在公主殿下面前丢人了。公主殿下，祝您安好。你好呀，利特斯特，你在巡逻吗？还是陛下吩咐了什么事，专门要你去做？禁卫捉住了在逃的疑犯，我们刚结束审讯，我正要向国王陛下汇报情况。啊，你一定很高兴吧？连嘴角上扬的弧度都比平时多了那么一点点。是哪个案件的犯人终于被铁面无私的利托斯特大人抓到了？是在领地收取高额税金的贵族，在带着金币潜逃的时候被我们抓获，就是曾为公主殿下献上罕见珍珠的那一位。不论他这么做出自何种理由，因正确的行为受嘉奖，为错误的行为受惩罚，这是理所当然的法理，您无需为此忧虑。那好吧，我就不拦着你了，工作加油啊！拉卡达曾是久经磨难的国度，但自公主殿下诞生的短短10数年里，王国迎来了难能可贵的喘息时间。王国将公主殿下视为幸福的象征，一度失去希望的人们不吝将一切美好的愿景寄托在公主身上。他们凝视她，如同长久凝视一轮温柔的太阳。太阳的光芒驱散了瘟疫的阴云，暂时脱离苦痛的人们，一边在有限的生命中体会收获的喜悦，一边探寻缺憾的人生究竟能拥有何种可贵的价值。直到那一天，塞隆降下流星，凝滞的星星为拉卡达带来了放逐时间的魔咒，那是名为不朽的恩赐。永生的欢悦，是他所遗留的一斗脆弱的星火。当一切被拉扯至永恒的维度，捍卫幸福所需的代价，自然也变得难以承受。人们因此无法再向他人伸出爱与善意的手掌，直到独善其身，也沦为可悲的幻想。在正义被践踏、
善良被掠夺，公理被颠覆时，这微光慢慢的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永永远远无法熄灭的战火。烟尘代替异云，再次遮蔽了太阳，绝望与忧惧化作成倍的苦难，充斥着这个数次沉沦于战乱的国度。他们疯了吗？烧掉田野、果园和农庄，结果难道不是有更多的人挨饿？这个城邦的人都疯了，牢狱里的人都快比外面的更多了吧？就连国王陛下也没办法。说的也是，监狱还管饭呢。事到如今，我还能指望什么？既然道理讲不通，那就只能用拳头和他们说话了。明天，未来，这些词眼不再具有令人向往的含义。听好了，陆敏，现在哪怕是1块糖也无比珍贵，它可以让你在需要逃跑的时候有更多力气迈开你的腿。你，妈妈，你不要生气，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会把东西分给其他人了。每当人们谈起明天与未来，脑海中映出的却是更甚于今日的饥饿与疼痛。即便是这样，也只能活着。好饿，好累，好困。睡吧，格兰妮，睡吧。我闻到了干草的气味，这里能让我们睡个好觉。好了，哥哥，我们把火堆点起来吧。哥哥把火点燃，别怕，我们再也不会冷了。可只要活着，痛苦就永不终结。怎么还不动手？刚结束的这一场战争，他的发起人就是老头子我。我的女儿死了，死在他的小小的抗争中。这就是永生者的悲哀。无论发起者是谁，都只有一种取胜的手段：狠下心，比你的对手更快变成怪物。克莱娜一直是个好孩子，他只是嘴巴厉害些，心肠可比谁都柔软。他最宝贝那些果树了，眼见着被糟蹋成那样，心里一定委屈得不得了。而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孤零零的被穿在木头上，哭着喊疼呢。火光让夜晚变成了白昼，白昼里他要怎么安睡呢？我无法走入火中，明明以往每一个受了委屈的夜里头，他哭累了，
倦了，都由我为他掖好被子。这一次，我却不能为他披上斗篷。老头子，我呀，只能让火烧得更旺些，好叫他的苦痛结束得快些。无论如何，你应被处以极刑。是啊，是啊，老头子，我是被判处了极刑，应该被立刻处死。可骑士大人，即便拿上那把剑，接下这个不属于您的职务，也没能像我一样取得自己应有的觉悟。我只是认为，即便是亟待处刑的罪人，也应该拥有体面迎接死亡的权利。天真，老头子可是最清楚，永生早已剥夺了我们善终的权利，执行死刑如今也无异于虐杀。他们怎么对我的女儿，我怎么对那些人，你就要怎么对我。够了，利托斯特，你不必这么做。你想要遵照的，只是人类原本应该恪守的规则；想要守护的，只是拉卡达公正的法理。不该由你承担这些，让我来做代行刑官吧。如此一来，吉尔叔也能。公主殿下，您来了呀。老头子没有颜面见您，可老头子见着您，还跟以前一样高兴。老吉尔不后悔犯下重罪，但老吉尔不愿意让您沾了罪人的污血，这比让我死了更痛苦。骑士大人，把剑给我吧，我愿意自行了断。我的职责绝不假手于人。公主殿下，请您退后。你想离开吗？我可以带你走。已经够了，父亲，不要再打仗了，没有意义，也不要再处刑了。王国和国民都已经到极限了。陛下，
希娜，我救不了我的国度。事实上，在我们获得永生的那一刻，拉卡达就永远的死去了。我们将用漫长的余生，在每一个无望的明天里，学会接受这一切。我不要。这不是我渴望为我的人民建立的国度。我想要献给大家的，绝不是一片容不下土壤的冰原。我是王国的象征，是人们愿望的体现。可是，哪怕浑身泥泞，他们也不希望我身上沾染一点血污。人们内心渴望着美好的东西。在流星降临之前，他们不吝惜将这些给予我，又因倾注温柔与爱意获得喜悦，从而给予更多的人。如今，他们却因为依旧保有这样美好的渴望，而无比痛苦。若要令渴望重新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需要足以承载良知和道德的土壤。作为拉卡达的公主，我将不惜一切，为大家创造沃土，开垦田野。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不必因恪守准则而遭受内心的谴责，不必因分出糖果而无比愧悔，更不用因公益背后的代价而不敢行义举。我想要回馈给我的人民的，就是这样的国度。如果我即将寿终正寝，躺在病床上被你握着手，听你交出如此令人欣慰的答案，再满足地长眠于你的国度，那该是个多么幸福的结局。我曾为饱经苦难的人民将你视为精神寄托而无比担忧，我曾畏惧有朝一日你会被过量的期许反噬，因为那时的世界没什么能够长久。现在也是如此，有时我会苦中作乐地想，或许正是因为灾难的流星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才能让你被一直偏爱着。但那已不重要了，因为你还是一个这样好的孩子。我知道你和你的朋友在筹备一次对永生的反叛，你们要离开拉卡达，飞向星海，那就离开这里吧。离开拉卡达的土地，走得越远，不朽的力量在你们身上的体现就越弱，直到迎来一场普通的死亡。但在那之前，你们会找到一颗平凡的星星，建立一个由我的女儿抚育的，能让美好的愿望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国度。在无算侠视线的未来中，唯有这条路的可能没有被全然否定。真想亲眼看一看呢。人们究其一生思考生与死的真谛，在自生向死的旅途中，寻找生存或死亡的理由。您不能和我们一起走吗？当然，这是我的王国，我有挽救这个已经死去的星球的义务。我知道我救不了他，我将和不愿或不能离开这里的人们一起见证他，陪伴他。不要露出这副表情，这是我的国度，不是你的。
不要反航。你新生的星球绝无拯救拉卡达的义务，正如你的使命中，绝不包含背负另一个国王的人生。我亲爱的女儿，你名字的含义是信仰的光芒，那便追随你为自己找到的光，去做你想做的事吧。父亲永远爱你。或是寻找让自己能无畏死亡的坚定意志，或是寻找让自己能努力前行的美好愿景。我来接你了，希纳迪亚。就你一个人吗？我也不知道。虽然我已经对大家说过，下定决心的人到这里集合，但究竟谁会来，会来多少人，我心里也完全没底。祝您安好，公主殿下。我是代替国王陛下来为您饯行的，让您失望了，我不能跟您一起走。但我为您带来了陛下准备的礼物，这些星辰魔方里存储着拉卡达的技术，能够复现过去，保存当下，勾画未来。要小心，其中的某个魔方或许藏着能把人砸到掉下眼泪，脑袋上的肿包1个星期才消的可怕武器。等到长大之后，就把它还给我。艾蕾妮，你果然是最好的好人。请问，想要托付给公主殿下带往未来的宝物，是放在这里面吗？我的音乐，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资格成为后世文明的基石，也没有那么高尚，只是想要留下点什么。我总得留下点什么吧。留在手里早晚要毁掉。一想到这些还能和公主殿下一起飞到天上，我夜里看星星都会多点盼头。我现在的确只为公主殿下的星星做了点微不足道的事，但在千百年后的人眼中，肯定是特别了不起的大事。你们……偷偷告诉你，把东西放进去的这1秒钟，让我回想起了做人的感觉。谁不是呢？难熬的时候回味一下，要至少撑20年。还有，我见不得公主殿下哭，你快想想办法。利托斯特大人过来了，大家商量后决定，公主殿下有连同他在内的22位旅伴同行。上次邀请他的时候，他还不同意呢，不知道是不是陛下对他说了什么。算了，来了就把他也带走。希纳迪亚，你准备好了吗？要出发了。22名同伴已经到齐了，再加上娜娜和我们的队伍一共有24人。艾琳妮，我们要走了。公主殿下，路上小心啊。艾琳妮，你一定还有什么话没跟我说，快点说了，再不说就来不及了。对不起啊，公主殿下，我想要为您找到幸运的四叶草，但我没能做到。2片叶象征着信念，起初我想把它交给您，可是我反悔了。信念还是留给我吧。这样一来，在仰头望向星空的时候，我就能坚信公主殿下正幸福地生活在其中一颗上。
世界的物质与能量总和是守恒的，一颗星星消逝，另一颗星星闪烁。苦难的流星降下，大地却升起一颗希望的星星。这是死去的拉喀达交还群星的新生，是一个文明曾经闪耀的正面。假使我们的永生能持续至永远之后，直到构成我们的一切在星际中回归初始，愿我们在您的国度重逢。它是一面镜子，镜子映照出本真的模样，等待我交还最淳朴的答案。而这就是我从碎裂的镜面中拼凑出的，属于过去的我的影子。在那之中，我看见了自己。远离故星的公主是我，带领大家发起永生的反叛，在星河间找寻希望的旅人是我。又一次，或许是我的回答不够完整。这一次，我看到了现在的自己。仔细想想，我们能来到太阳系，发现洛星，实在巧合的像是命运一样。先是娜娜冒险在环绕星系的暗礁上撕开裂口，再是我一眼选中这颗星星，这是属于那22位同伴的星图。地缝的居民将他们与娜娜统称为神明的伟大伙伴，只是他们有的在聆听文明出题之前就已罹难，有的消失于地缝落成的那个昏黑的长夜里，但他们的意志与力量已融入洛星的山川与矿脉，化作温柔的风与润泽的雨。最后，神明的伟大伙伴只剩下了娜娜和利托斯特。居民们为他们赋予了许多想象，在这些想象中，伙伴们似乎和我这个神明也没什么区别。真想看看他们要是得知大家一直在向他们祈祷，会是什么表情。娜娜在发现竟然有人向她许愿平安时，可是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呢。至于利托斯特，做回了骑士，工作的又那么起劲，肯定是开心的吧。地风的技术大多能溯源至星辰魔方中承载的拉喀达科技，他们现在已经有模有样了。虽然每个角落都再熟悉不过，但这么看，这座城市真大呀。那株银榕是我们决定了地风选址时为了纪念而种下的，不知不觉也成了人们愿望的见证者之一。真是奇怪，这里已经有一棵漂亮的小树苗了吗？扎根扎得很好，长势也喜人，健健康康的真是太好了。不过，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约定和小蕾拉种下树苗的日子应该在纪念品展览会之后，距离现在还有好长的日子呢。要是时间真的唰的一下就跳到了那个时候，小蕾拉就不用熬夜画图了吧。每到了深夜，
看见他的书桌还亮着灯，我心里一软，就想着，要不展览会明天开就好了，漂亮的草图也值得纪念嘛。这么说他一定会傻眼吧。总之，这棵长得这么好，像是一开始就决定要种在这里的树苗，一定不会早早的凭空出现。所以，在时间维度上偏移的，就只能是我了。虽然仍然身处现在，但眼前这稍远的未来，已经证明了我比之前走得更远。如果我继续走下去，说不定真的有机会创造奇迹。终于到达目的地了，难得的散步时间结束了。真对不起，我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样慢慢的在地风行走，回忆，感受，畅想你所有可能的样子，在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检索统御的天地，稍微任性的搓磨一点时间，大概或许是可以被原谅的，对吗？不管啦，先听听那些徜徉在树冠上的声音吧，这可是神明每一天都要做的事，哪怕现在也不例外。这些声音每一次响起，都会向我倾诉，他们会告诉我，如今的我们究竟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拉卡达的星火究竟点燃了一个怎样的文明。他还非常年幼，稚气又善良，天真又纯粹。我想快点长大，虽然希纳迪亚不希望我成为神明，但这和我可以帮他的忙一点也不冲突，因为我的兴趣就是看希纳迪亚笑，我最喜欢笑起来的希纳迪亚。可是他笃学且勤勉，勇敢且赤诚。我在读植物科学生有一个梦想，我想要培育出落地就能生长的净化供养植物，让地风人前往城外的脚步绝不被环境掣肘。实习小医生想要暴睡3天，一个人值夜的时候遇见3只重伤的小猫，我把它们全救了，我一个人哦。他正直坦荡，他满载爱意。我想要化育的美好在地风的沃壤上发荣滋长。我这一生已经没什么遗憾了，要说愿望，那么希望下一次和老婆子一块来的时候又是个好天气。我看过儿子的画，那孩子画得真用心呀，可惜我看不出什么门道，明明想要夸夸他，却好像让他更失落了。要是能有理解他的人和他聊聊就好了。我希望大家以后搬家也好，去了不同的学校也好，每年都还要见面，要保持联系哦。他不是拉卡达的延续，但毫无疑问，是我们已死的故星文明的传承。他是我愿意教与生的答案，是我愿意为之而死的理由。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国度，是我将守望它，引领它，并将其视为我生命意义的国度。从一开始，关于现在的答案就在我心里。如今，拥有不完整的全能，维系着地风城稳定的半吊子落星神是我。爱着这个新生文明，无比渴望带他走向未来的希纳迪亚，也是我。为什么又……先不提上次和上上次不知缘由的失败，该说是失败吗？最后凝结成的倒影突然消失，与其说是失败，那样的情形好像说中断更合适。这么想是不是有点太过乐观？无论是哪种，这次好像真的把我难住了。
果然又是这样。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没事吧？真让人意外，想不到在这里还能遇见其他人。好吧，给你一个向我真诚表达歉意的机会。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维塔，一个福楼沙人，你可以称呼我为福楼沙人维塔。福楼沙是你的星星的名字吗？我叫希娜迪亚，一个洛星人，你可以叫我洛星人希娜。这里可不是什么值得散步的好地方。喏，你看，深渊就在那里，要小心，他是整个太阳系最小心眼的家伙，用无形的视线拴着所有人，要是谁不合他的心意，他就会把你也扔进去。在凝视他的时候，也会被回忆凝视的深渊吗？还真是个饱含敬畏的形容。是啊，要不是置身其中，确实难以想象在心间最令人向往的静谧一隅，会有这样一位严苛的考察官呢。是我说错什么了吗？如果你这位听话的好学生能协助我逃课，让这位考察官的丝线再也够不着我，也许在类比过诸多星系又做了宜居度调查报告后，我说不定能拍手对你的说法表示赞同。抱歉，我只是觉得有点意外，你谨慎又小心，但却意外的坦诚，这样的个性让我想起了我特别喜欢的孩子。啊，真的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啊！在拿不准我的心意时，他会悄悄牵起话头，仔细观察我的反应，随后慢慢说出后半段。所以你来这干什么？如果你还不急着走，要不要先听我讲个故事？随便，反正你很快就会理解，在这里与人交谈毫无意义。很久很久以前，在危机四伏的永冻海里，漂泊许久的一群蒲公英旅人，远远望见了灯塔，眺望着那束令人慰藉的光，让他们再次燃起了重建家园的希望。然而，全速航行的他们撞上了环绕海岸的暗礁，全靠船头的龙首鲸像粉身碎骨，在无可跨越的壁垒上撕出一小道转瞬即逝的开口，才使他们得以幸存。龙首的鲸脖几乎尽数剥落，损毁的船只再也无法航行，搁浅在柔软的沙地上。这是一座宁静又美丽的岛屿，危险的风暴与寒潮被环岛的礁石阻挡在海湾之外。得以喘息的众人四处张望，很快他们发现了8个可供落脚的溶洞。看，那里有火光。为首的旅人说着，领大家走进其中一个。他们踩着红色的泥土，耳边传来清澈的流水穿行于巨石下隙间的乐声。他们来到那团跳动的火火面前，衣物立刻就被烘烤得暖乎乎，湿了的口粮加热过，也就不那么难以入口。大家又重新打起了精神。一位旅人捡起地上的小树枝，在洞穴的墙壁上画下篝火，又画上食物。在我们的新家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驱散寒冷和饥饿。另一位旅人见状也拿起树枝，画上了小小的王冠和书本，接着把树枝传给了第3位、第4位。大家在墙壁上勾画着，脸上露出了幸福又向往的微笑。洞穴里的气氛变得快活又温暖，那团火焰跳动的频率开始与众人共振，火苗有了重量，轻轻飘落在为首的旅人手心，化作与他近似的生命。旅人们赞美这因他们而诞生的生命，决心在这里生根发芽，建造家园。可是
刚落成的苗圃很快就会被毁坏。神秘的破坏者似乎只在花圃开花的季节前来，他们带来枯萎的灾异和捣毁洞穴的山洪，但每一次都会让幸存者拥有更强健的根系。幸存的旅人因此成了苗圃的保护神，他们坚定地守护着花店，看护每一个新生命的根系，直到他们的家园有了雏形。许多生命逝去了，许多生命又重新萌芽。在这个过程中，为首的旅人究其原因，终于发现这座岛上独特的自然常理。挣扎的长夜已经过去，通过考验的他得到了不完整的全能。旅人与他幸存的伙伴们得以看着他们新生的花圃迎来黎明的朝阳，只是朝阳就足以让他们感动落泪。他们是如此盼望着见证他们落成的家园步向未来。而现在，因为那不完整的全能，他拥有了来到这里的资格，只差最后一步，但他至今没有得到回应。域外的来客竟然可以跨越壁垒前来，那反过来是不是也有可能？就算出身不同，也总会殊途同归。太阳底下无心事，没意思。进退不能的未竭之茧，所以呢，你打算怎么办？我已经有办法啦。还记得那个和你有些像的特别可爱的孩子吗？他正是洛星文明的出题，现在也是我最重要的人，我的小蕾耶拉。哦，是那个因你的触碰而破壳的雏鸟，形貌都仿照脆弱不堪的人类的缺陷品。请你收回这样的评价。别生气嘛，如果你做不到，他就要一个人承担被你扔给他的重担了。你甚至没有给他留下说做不到的余地。只因被你选中，就要完成连你也完成不了的事，他难道不可怜吗？你错了，我选中的不是蕾耶拉，是所有像我、像他一样不完美的人类。只要给人类足够的时间，他们一定可以做到连神明都做不到的事情。而蕾耶拉，他会成为洛星未来的见证者，并在某一天向你证明，希纳迪亚的理想绝非空谈。你这是在和我打赌？有意思。是啊，所以我也会忧心于某一日，作为神明的我，可能会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羁绊人类的脚步。因此，我想向你提出一个有些冒犯的请求。假如那一天来临，希望你可以成为我的送葬人。好，那可真是……啊，刚才我好像是在和谁交谈，还打了个赌来着。好吧，现在我明白交谈毫无意义的意思了。这里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得不到简的认可的人，无法从这里带走任何东西，甚至包括记忆和认知。或许就连刚刚和我交谈的人，也只是一个从遥远天空折射进水底的投影。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处。或许完成了拥抱，跨越了中烟的真正的神明做得到，就像是他在听不清的低语中模糊地呼唤着的那个名字，中烟的律者。如果这样的人真的存在，真想见一见呢。那么现在就是我一个人的路了。这次我会很小心，绝不让你逃掉。
克拉丽，我请求你。这个声音是娜娜。依约仙迹，秉之造化，与此相善。利托斯特？怎么会？我从未听过他们说过这种话。抓到了！不行，还是差一点。这是……尽管并非出于本意，但我的确曾犯下弥天之罪。沉睡不能解决痛苦，当然是因为小丽的热心帮助了。天理归世，长夜永愿我成为他的骑士，记忆已成。与我签订不朽的命契，我请求你对我们孤独的孩子施以援手。你好啊，误让是进程的改变者。都是我的错。如果没成为什么神明就好。希娜是谁？你们怎么会不记得？她有火红色的头发啊！他又醒了。继过去、现在之后，我终于见到了未来。于是，不安的海浪在礁石上碎裂，明亮的光就从那里迸发，绽放出一朵盐的玫瑰。嗨，你好，中烟的绿者。